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爱情之门爱情之门已经打开，新恋人靠近哈。其实它这一题比较像新恋人靠近了哈。然后你可以选一个动物来报喜的动物来做感应哈。选好我们就直接往那里把讯息找出来。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那我们选好了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还是一样，其实是新恋人靠近哈，然后爱情之门打开之后，新恋人靠近哈。那我们来以这个观点之后，先从5张牌5张动物牌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方向，然后再从这5张牌去找它能展开的一个路径。来，看一下哈。好，绅士大概已经知道看到什么了，但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牌组来确定一下哈，哪一张牌的能量更为重要。这是一样的牌组哈，我来看能不能翻出一样的牌哈，表示那一个能量应该是算比较近的，让它重复出现。是好，来，这里，没有哈，来第2，没有第3，很类似哈，可是它没有第4。好，最后一个了，来这里，都没有哈，表示没有特别指定哪张牌要开始了哈。那我从它这个5张的牌阵我来先看一下，我来先从最比较不起眼的讯息这个位置，应该说不能说它比较不起眼它是一个很深层的一种讯息，很小声的一个讯息哈。我看一下它这张，它这边有透露一个很小的感受是，这一个人，这个要靠近的人，这个新恋人他在他的朋友群体之中算是比较有灵性的，直觉比较强的这个角度要怎么去切入他的性格，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找他聊谈天啦他很像你身边有些朋友是比较有智慧的，比较能够解决其他人的疑难杂症的然后这个讯息非常小，非常小，可是在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连接，是因为它这一个牌，它有一个网路会出来，叫网路会出来。然后它这个网路的讯息出现的时候，我有一个多加的讯息在说，跟你有一些很边的连接，很边的连接。那他都这样子去形容了，我翻一下好了，是有什么边的连接？因为他跟你啦，没有很近，是有一段远的距离，可中间有一些很密密麻麻的编织的人际关系的连结我来往这边翻开好了，我看一下那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等等我把它这个直接翻多一点先看一下这里。这个是比较未来新的东西。他这边有多少提过他提了一下，说他这个人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出现过，有短暂的出现过，在你工作的领域、工作的范围，他跟你的工作的同事、其他人的连结性都还蛮不错的耶然后这边有别人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做事非常有条理的、很仔细的一个人。可是从这里看，这边有一个很短暂的浮现，
浮现出你跟他有一个很近的距离，可是有没有对话到？这里其实有一点点有在说有对话到，可是这里又说那一个对话比较像是你听到，而不是你跟他对话。好，你有参与，或者你在附近有听到，可是你没有直接的跟他对话。哈，甚至会有比较多对话，会有产生一些新的好奇心的能。哎，怎么那么下面？的能量还没有跟上，还没有跟上。但是从很近的距离，这里都有说，因为他这里来哈，再到这里来，他有一个很奇妙的遇见的能量了哈。从工作上的联系上的相处上的遇见哈，然后你在这一个场域里面是站的比较边边的，可是你在这个场域里面的其他人跟他的连接是不错的，只是你的眼睛视野是没有注视到他的，可是又有聆听到的。那一个情感能量是有在你们附近盘旋，可是你们好像没有直接的产生什么东西来就对了。我只能说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讯息，是它出现过在跟你的工作有关的范围，的某个时间里，但是它的联系是跟其他人，因为他人的联系的。可是如果我们直接跳开，只以能量，就是说我们跳开你的肉体啦。我们就以灵魂跟灵魂的对望，就是如果你们很接近的话，灵魂的对话里面是有蛮好的爱情能量，有看到彼此的。可是以身体作为行动去显化你们的认识，这个东西是断掉的，主要是断在这里。它断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指引你们去的那一个。就是他没有一个耳边或是心灵念头，没有下那个命令说，去认识去讲话，没有这个意识出来，所以他这边是断的，比较像是你们有靠近，没有对话哈，然后有观察他跟他别人对话或什么，但是从这一个三角下来哈，他有它有某种转换的力量啊。所谓它这个转换的力量，比较像是说，你看到它的时候，我们要转换到比较更生活的感受的话，就比方是你看到它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就觉得这个人有吸引到你的注意。可是那一个喜欢，或是那一个要有行动的，就是我说有一个叫醒、觉醒的那个小讯息没有出来，这边没有出来哈，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这里月亮牌所诠释，它要只好慢慢的再从未来里面的好奇心，慢慢的再浮现出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上的交换啊什么的。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在那一个很接近的状况里，应该有看到彼此，可是没有产生任何互动跟对话。这里的状况就这样。这里我看一下有什么，因为这些有连结的讯息，这边有连结，他们都在旁边打转。他在旁边，好像绕着你们在旁边打转这样子，没有产生交集。可是如果啦，这个之后你们再遇到的话，其实不算陌生人，你们应该会知道说，我上次有看到你呀，你跟我同事或是什么什么有聊过天。这里其实确实比较明确，我觉得它就是工作范围的一个讯息。但我们确定一点点，我们来确定一点，不要确定太多，我们就大概确定一下这个方向。2张哈，我问2个恶魔牌的，对于是不是工作范围这一个讯息，它怎么有趣？这边说，
有些步骤，有些未来的路径，似乎还在从听觉的角度、聆听的角度去找路，然后何时要再遇见，这个故事线往下怎么走，还在排列组合中，还在兜那个路出来。这2张，所以它其实算是有肯定、有确定，我这一个范围刚讲的这个算是捕捉的方向是比较对的，好，是比较对的。即便它比较抽象，可是它还是方向似乎是比较对啦。哦，它这个比较，它这个好啦，反正它有一个大概6-7成觉得我讲的这个工作范围的路径，这个对啦，因为它这个牌有一点点就是，如果像是问2个人好了，两个人问，然后他们的回答会比较像说，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啦。好了，帮你看看，差不多是这个说话方式啦。好，所以我才会说他好像觉得比较对，好像好对了，这个感觉好，所以我才这样形容。然后看一下这个，好了，我直接用这个来翻啦。哦，来翻，直接翻它的趋势好坏，然后，一下就看完了。是好的，是乐观的，是旁边有很多人正在帮你们排路的哈。就是说，你们下次要再遇见或者遇到，你们可能自己无法自己去找到彼此啦，因为现在好像这个你意识到是这个人的能量不多，然后可是这里说这数字说你们的再遇见、下次再相处感情，或是再升温，很依赖旁边的人去带领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确实也比较证明这个是在工作范围里的啦。好，因为就是有很多其他人，这边有其他人，这边也有其他人，这边有其他人，这边也有其他人，就是好几不同的人在混在一起。可是水能量这条线是你们自己的，可它浮在整个很下面，浮在下面，它不是彰显的，所以它没有彰显，就变成你们互相看到的时候，没有那个一触即发的，一看就喜欢那个东西没有出来，它在底下慢慢的游走，好像自己水能量把2个自己在牵连这样，所以我才说你们看到会有已经看到了，好，感觉还不错，可是都没有那个想要往前的那个动力跟那个东西没有出来哈。来，我再往其他的位置看一下哈，因为这里都还没看哈。我来看整个当下现在的。其实现在如果以你跟他的距离的能量来说，这边是说正在，我觉得终于知道这里了，他正在2边能量在找路，在排列组合。这边说了，确实是有这边我现在又看到有，他确实在说路正在排列组合这样。它很像你看电影的时候，它好像有一条路，它在那边拼拼凑凑，拼出你现在前面要前往的那一条路径的一个画面。所以这边也同时证明了，你们下次的再见面好像还没有定下是什么时候、什么空间。它好像还在一步一步的在排，好像积木在排一条道路，在慢慢往后面排然后这里说，排了是排了，可是它还有一个上坡能量要爬，所以也就是说，你们2个要走到相聚的路径是这样往前走，可是到了某一段的时候，它要向上嘛，向上，因为它能量要爬升然后它会代表什么？它有在减速，因为它变陡了，要减速这样。可是它这个减速不是什么坏事，它好像好的能量在往上，然后你们应该在下次见面之前，2个人的内在各方面都好像会有一个新的提升，会有一个新的，2个都经过一个提升，会跟你现在的状况不太一样，算有加分在提升，就是你们会在比现在再好一点的内在能量的状况的时候遇见。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感觉到什么，你内在身心灵的时候没有那种进步感，如果你现在没有那个进步感，那可能离那个东西还
离见面那个时间还有点远。那你开始觉得，我最近觉得做什么都很有进步，我学会了很多，领悟到什么，好像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在往上加分的时候，差不多你们的这条路就是进入到这个上坡路径哈。那我们来看这个，相对于这个点的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这里啦，定义了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些的未来性。他说有东西在你们之间已经播种了，看来就是那一个见面哈。可是我又觉得这个播种讲的是你们之间的其他人有在编织那个网路起来，人际关系圈编织起来，那个比较像这里说的播种。所以，然后再加上这个数字，我大概可以比较理解，就是你们就只有先比较，如果是就你跟他这条路径了，你们就先对自己的各方面先做提升，因为你就当做你们两个脚下有一个像机场的输送带，帮你往前推，你站在上面，他就帮你往前推那个，你们不用做什么，他会慢慢把你们推到见面的那个位置。好，只是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契机点，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开始觉得你最近或是某一个时段做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好像我进步了很多，提升了很多，但不会太多，就有一些那个敏感就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上升期，然后它到一个某一个地方的话，它可能到一个高度的平台期的时候，就开始要领取这个种下种子的一个初期的果实。我觉得它没有很丰盛，它就只是初期的果实。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你们会再见到，然后会很靠近哈，我觉得算是会很靠近了哈，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的流程。那从这里哈，我们要从很遥望的，我非常常说的比较遥望的，你就把它想象说9大行星、太阳系已经出去了啦，已经。超过很远的那种很远的宇宙往你这边看的时候，你们只是一小点的事件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说，他说，其实你们的相遇释放能量是完整的，其实你们如果两个人的意识是有默契在要去显化一份爱情的话，是很容易显化出来的，没有阻碍，没有阻碍。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搭配，这里已经有一些不能说是丰收的样子在等着你们去领取，而是说，如果这是一个调配一个不错的果汁，或是一个炼金术要调配出一个具象的东西，现在只差调配这个动作，可是拿来调配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差不多是这个概念。所以我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时间到了那里之后，你们在遇见的时候，应该会比这一次的这个遇见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火花碰撞就会跑出来。就是往前，我觉得这组应该是这个方向进行哈。来，我们再看一下，2个时间点哈，这2个时间点，我觉得大概我们来抓的是这个上升，因为我觉得这个上升比较像关键讯息哈。然后上升之后，我觉得就差不多很接近你们的预见了，差不多哈。来，我们来看2个能量比较高涨往上的话，这个天使给的历法的时间区块在哪里？哈，我大概会把它的时间点前后加30天，大概讲一个区块，我不会直接讲那个时间点。好，来。好，讲2个哈。好，第一个可能一个40天内会有一次往上。好，那我先看一下比较哈。这个后面一点，这个就要到了春天。但是如果2个能量的对撞的话，能量上45天内的能量是比较强。好，就是你们会感受到自己可能有开始变得
加分或是有进步，有可能在这15天。可是它不是一个愉悦的情况，它是一个比较多烦恼的情况。它有点像是从一些挑战啊、努力之后做的一个成长。如果这40几天有的话，会是这个状况。那如果没有，再到下一个春天的时候，它那个状况比较像是，那一个成长比较像是有一些情绪的外在的责骂的，然后想要逃离的、想要逃避的、有感受到委屈的那个能量的一个时间点，然后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开窍、想透，然后内在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大概是就这2个时间点。这2个时间点，以我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负正能量的交换，它不是就是好的时间点然后上升。所以回到这里的爬升期，这一个慢慢加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有挑战、有辛苦，才有换来一个爬升。那如果我们排除掉这2个时间点讲的，我们只抓它给的一个讯号，什么事情是这一个进入这个爬升期的讯号？就是你们可能接受到挑战，情绪上的就会加低落的，那大概就是从谷底要往上爬的时候，就不直接就开始加分，一路就开始成长，这个也算是一种讯息。当然你要依赖这个时间点也可以，但我通常是不建议啦，我只会让你要感受到它的一个节奏。以你现在的时间点来说，就是说，好像大概1个月到45天会有一个能量会比较高，我会感受到自己有比较强能量进来，可能会有一些挑战，这样。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不一定要到秋天，在4、5个月之后，你会感觉到说，我的心情有低落了，可是这个时候我又要进入新的一个阶段的爬升，这样你要感受到是这个节奏，不要太依赖它那个日期是多少天几个月这样。我只是大概给你说，大概就这个季节这个方向。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夏天初期跟春天初期啦，那它就是一个你要把它想的是一个这样起起伏伏的状况。那它暗示的是这个爬升期会爬到那个平台期，然后就进入这里，然后就可能你们会在一个很接近的时间区块里，差不多要靠近，差不多要遇到，差不多要见面，差不多要聊天，要做一个初步认识。然后前面所说的这个蓄积的本来的水能量跟好印象，在这里就会爆发。但是我是觉得有不错的水能量会造就你们第一次的见面对话就会有喜欢的感觉会出现，但是不保证会直接进入恋爱状况，但是会有喜欢的感觉出现，会有喜欢的感觉出现。这里就没有，他这里没有回避这个讯息。好，那1号牌就这些，1号牌就这些。我现在都会尽量给你们的是一个你可期待的未来的一个你的感受，能不能感受到这个趋势的讯息？我会尽量避免直接针对某个时间点或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件告诉你说那是一个 sign， 你发生了才会接下来，这样子就会有，我觉得这个说法会有点排斥每分每秒都是当下的千变万化的这个原则。我希望它是一个象征，然后这象征再搭配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趋势好像逐渐发生了，就像我这边讲的，好，然后你会知道你正在进入这个意识状况里，那你就能够捕捉到这里所类似的讯息，你就大概可以发现到那个人，就能发现到那个场景，然后你就知道说就是现在，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好，那记得它有一个这里我觉得它是过去的，你们在工作上其实有照过面，有对看过，只是这一个能量，这个恋爱爱情的牌能量，没有发威。没有发威的原因是因为距离太远，距离太远。好，还有旁边太多人，没有发威。来，好，那就这样，1号牌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我们一起乐观期待，你感觉一下那个起伏那就先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2号牌来，我们一样从5张动物卡和动物灵卡来去看一下5个端点这次我就不从他那边释放过来的5个能量，好也可以啦
就是我来翻翻他那边，如果要传来5个能量的讯息，哈，内在人格品质，不知道他要哪一种title 类别的讯息，不知道，反正我就把这5个先翻出来，哈，照我列的牌阵的顺序来去看看它暗示着什么。来，第一，2、3、4、5，一样哈，我们来用一样的牌来看看有没有重复的。有重复的就表示那一个端点有特别被强调哈。5张，没有，2没有，3也没有，哦，再2张，没有，完全没有。好，那就表示讯息是独立的哈，没有佐证。那我就照他的牌阵去做强弱哈。我们来先从我觉得最隐晦的，这个，我在思考它有很靠近嘛，因为它有一个很靠近的能量哈。然后我觉得这一个人，他身边有一个光芒哈，有一个能照顾别人、保护别人、给予别人关爱的能量。我要确定有没有已经照到你这里了啦哈，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讯息偷偷讲的，有一点点在暗示你们是已经认识的，好，因为他有一个很温和的那个波动很柔软，好像是你们2个人重叠出来的。好了，我翻一下，这个，先轻巧的翻一下，是否在你附近，就你附近范围里有没有它的能量？就看他怎么说。现在看起来是。现在是很淡，没有，也还没到，很淡没有，又还没到，都没有，错见杂，他还没到，所以他这个他的那个温暖能保护人的好能量哦，我觉得他是在慢慢往你这边移过来，然后你们中间应该有牵线指引的人，他也还在走来的路上哈，节奏太慢了，节奏很慢，它是缓缓的流过来的一个好能量。这个人的出现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在慢慢把他拉过来，但是以现在来说，你能够听到的水声就一点点。不清晰，好断断续续的，所以我觉得它还没有很靠近。好，来我把其他的东西翻一下。没有哈，那个可能的用来指挥的提炼的东西都没有哈，节奏也是很慢。好，来再看一张，还没，都是属于一种还没有开眼的状况哈，还没有看到彼此。路应该是有在误打误撞的被拉靠近，就是说他这个人有在慢慢靠近你，但是还没有看到人哈，还没有意识是要寻找你，还没有看到你之后留下印象哈，这个东西都没有出来哈。好，来我们来看其他的，先往这边。这样哈，现在来说，你们2个人中间的能量，先无关距离哈，也可以姑且当做你们现在正在同一个大楼、同一个房间，就或是在同一个餐厅。我们可以先假设都有距离，哈，也可以说是最近的距离，哈，最靠近的距离都可以，隔壁桌都可以。
这边说，可是你们两个中间能量是没有波动的，是静止的，没有交换的，各自为伍的，各自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所以这边在说，现在即便你们两个就坐在一个餐厅的隔壁桌，但是没有中间这个牵引的、晚来的牵引他的人来做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桥梁的话，你们靠得再近，以现在来说都是不会认识的。好，所以这一个带来的人，这边是无法看到是不是你们的共同朋友，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个搭桥的这个关键的东西哈。那这个，回应这里的话，我觉得没有连结，所以还是以依赖这里的距离来说，我觉得他还没有在你附近，所以这一个在同一个餐厅，在同一个咖啡桌，在同一栋大楼的这个距离是不存在的哈，因为这里看起来以物理的距离来说还是很远，因为你们中间有太大的空间塞很多不清晰复杂的东西了哦，所以我觉得还没有靠很近。那我们再往下看，不过这张牌有暗示一个很不错的东西是，就像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它好像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俄语在说，但是他们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他会这么说，他会说，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要成为恋人而前往遇见的啊，他是这样子一个讯息这里说的。好，然后这边还说了一个特别，就是而且似乎符合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因为他有在映射出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所以这里似乎也在偷偷说，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应该不会错过，你应该会一眼就明白，这是我会喜欢的人。这里给的祝福是这样，他给的讯息是这样，他给的事情讯息是一个很饱满的，你当下就会知道的，然后那个幸福感就会出来的。哦，这里说的，那基于这个点，我来看一下这里哈。这里我都还没看呢哈，先把这里看。哎呦，最近这牌都太下面了。好，来把这两张翻。这个我要看，我最近很常漏看这一个角度，就是灵魂象限的角度哈。一张，先说这里原本灵魂象限的角度说，你们有点乱窜，是两个乱窜的灵魂，你们从来没有为了去寻找彼此而直挺挺奔驰着往彼此前来过，所以这一次的遇见似乎有某种外力去把你们搬到要遇见，可是为何啊？为何往下看？其实没有答案，有答案我就会说没有答案，因为他给的定义是说，我最多只能抓到他这里说，你们这次的遇见是心底灵魂可能曾经有过渴望遇见这个人，只有这样。可是以这张牌讲的灵魂的角度又，他虽然是有往前冲刺的能量，但我没有觉得他是在说你们往彼此冲来了。以前或是灵魂在不同时空里没有。这边我只能依稀得到一点点讯息，就是可能在某个不同的时空里、时间里有看过，然后心里有某种期许，希望再遇到。最多就这样。以灵魂两个人的角度上，最多就我觉得他只有这个讯息耶。好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讯息没有给太多，他就只有打住在这里。那我只讲到这里就好了。好，没关系，我们还有这里可以看哈。来，我来这边看。
这个哦，这边说，我们就以他这张图来讲好了有时候你会在山头上，你会看到某种完全在空中静止的鸟或老鹰。那是因为它为什么静止在那边？因为它顺着某个气流停在那里，它看起来是不动，可它下面的气流是在动的。这里再说一件事情是，你们两个看起来是距离不变，没有再往彼此这边走来，就像这里说中间没有那个大桥，现在是没有静止的。我刚说你们俩中间就算坐在隔壁座也是静止的，没有东西连接，对不对？他这里说是你们看起来静止的，可是下面的能量是有在流动的。它流动的目的是先帮你们维持好现在这个距离，等待时间。可能在等待时间，可是他把它定义在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是最好的，就先停在这里，或是就在这边。但我会觉得他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好的时间。那他有另外一个觉得，就是你们两个现在的能量是安定好的。如果在这个时间里去撞击、去遇见，可能会有很多的影响。我们就不讲这么难，我就就告诉你说，就是时间还没到。如果现在就去遇见，那就是对的人在错的时间。好，所以他这边好像还有一些流动要等待一下了哈。那我们再往视野更高的角度说，让我想一下啊，他这边是说，我这个就要很抽象，某种智慧还没进来，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出我们更好理解的，就是某个影响你们遇见的事件还没进来，而那个事件是有启发性的、有带领性的、有影响力的，那个东西还没有进来。那个东西还没进来，是人还是事？这里是看不到，他只说是那个，那个智慧还没有进来。他，哎呀，我来想一下，他是什么？这个挺难解释的。是他还没有进来，是因为相信那个智慧的其他人还没有出现。这个真的很难解释，它比较像是说，我们把它讲的最浅啦，就是你跟你周遭的人都还没有听到某个消息，或是某个 po 文、某个文章还没有被分享到你这边，他们还没遇到，所以没办法分享到你这边讲。我们就先这样讲。那这一个智慧启发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 idea， 你跟你的朋友或其他人就觉得说，哦，那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来听音乐，我们要去看书，我们要去听演讲，我们要不去学什么这样子？这个新的智慧带来很多包罗万象的方向，只是说这个智慧还没有进来，来去影响你们去做某些决定。那这个智慧进来，它需要一层一层从别人先领悟，然后做分享，再传到你这里。好，这里说的，它必须是一个群体的轮替跟给予之后，才会给予到你这里。所以他在说，表示这个东西进来之后，你们可能就会开始有见面，那中间这个桥就会搭起来。所以它还有一个流程，好，这个要先进来，关系才会连起来。那你们中间这个静止的东西才开始有鼓噪了，才要连起来。所以它这个桥就会搭起来，这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少的那个桥的东西，要在后面慢慢的才会进来，还在很远，在进来中那这边看得出来，就是它有一个事件节奏了。好，那是什么事件？什么？这里我也看不出来，我只能说它有趋势是这样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哦。这个两个时间点我们就看这个东西，因为它比较像这个整个遇见，这个好像比较像是一个起点这个智慧进来之后，它这个关系的连接就出现了，所以这个起点比较重要。那它要跑多久？这个我们就先不看了，我们就先抓这个起点的大概的时间点。所以我抓两个时间点，就是它可能发生开启这个门的一个时间点了
然后方王我再跟你讲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形容，让你不要听得这么抽象哈。这两个很接近，但我选一个能量比较强的，这个能量比较强哈。天蝎天蝎座跟射手座生日的前后那一段时间，这整个流程才会开始，整个流程才会开始。那我认为啦，如果我把这个讯息拟人化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你的朋友，大概在秋天、冬天左右，这个能量，你的朋友跟他那边的能量会有一个连接，然后慢慢的认识、熟识，然后那一个人他带来了一个不错的好能量，或是他是一个蛮有智慧的，反正他进入了你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有些人是很喜欢他的，有些人是很欣赏他的，然后慢慢的把他带入到你们朋友圈，然后认识这样，然后在这个流程慢慢出现的时候，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会成为一种朋友的介绍、朋友的带来，然后会说他很多好话，你会依稀的从照片什么会发现说你的朋友有人交了新的朋友，而且看起来还不错，感觉还不错。你可能连光看照片，你都觉得，这个人看起来还不错，感觉还蛮好的。然后遇到本人的时候，那个契合的那个东西就跑出来。这里前面讲的那一个一瞬间遇到的，因为先小小的提你们遇见的时候，这边有个能量，因为这边有一个渴望的能量出现，是灵魂的角度，所以当你们真的出现在彼此面前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隔阂啦，因为你们灵魂的角度是本身就有设定在想遇见这个人，想遇见这个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要再泡一阵子，所以他这个大概要到冬天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个时间连续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快。因为从这里其实已经佐证了没有这么近然后这里又其实这里已经拉长一个距离，这边又再拉一点，所以我大概觉得它这个时间点也算蛮合理的。我必须说它可能是蛮合理的。来，那我们来看看恶魔牌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看完就恶魔牌看完就看完了。我真的不喜欢这张牌，这张牌每次都给我一个很难理解的。我先说这张这张说，如果我们要去诠释这个路径是否成真，这个趋势是否被我们看到，他说没错，这个正能量确实是慢慢的高涨当中，这一个事件的正能量正在高涨当中那这里说，其实这整个路径上还有很多东西在分配中啦。分配什么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故事线分配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带领谁在。他这边说，整个故事线还在分配中，就表示还没有前进，还在选角中，还在制作中，还没有开始开拍，大概是这个概念。好。那至少我们看得出来，这个路径是慢慢的节节的变好了所以大概会到秋末冬初的那个时候，能量是最好的。所以以趋势来说，秋末冬初它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几率应该算比较大了。你期待看看这个能量还在往上爬。好，那这就是2号牌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这个人我先偷偷说，因为我都还没讲到能量配合但是我有看到，但我这里偷偷说就好了。你有听到这里才会听到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听到很后面，大家都听到重点就走了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我就跟你说，牌面上其实没有这个讯息，但是其实有，你们是很不一样的人。可是一见面的时候就觉得感觉非常好。记得这边有说，你们两个是两个到处游荡的不同的能量，
你们其实本来都没有交集，也没有要交集，可能是在某个时空里面，灵魂有互看到，对彼此产生好奇，应该也是产生好感，所以想要在心里有一种欲望、渴望，是想要遇见，能量上有这一个渴望，所以这一次就遇见，可能是因为很近，可能是也因为找到了窍门，找到了路径，所以这次要把握机会去遇见。所以在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好，你们应该有很多的没有什么交集点，没什么契合点，星座可能也是摆明上就觉得很不合的那一种，可是感觉很好。好，就这样。好，那就这样哈。那2号牌的朋友，谢谢你来听哦。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3号牌哈，来，今天题目是新恋人靠近，新恋人靠近哈，新恋人靠近。来，我们一样从5张动物灵牌来看一下，我们试着捕捉我们从那个人身上传来5种能量讯息，然后我看他的掉下来的落点是在哪个位置，我们从那里去找他在哪哦，还有各种能量。来，我们先翻哈，先把这5张翻出来。好。哦，来，我们再用同一副一样的牌，然后用另外一副哈，同一个，来看看有没有重复的，有没有重复需要讲的其中一张，表示它有指定开端哈。哦，没有。最后一张，这个好了。也没有，好可惜。好，那我只好自己看了哈。来，我先从我觉得讯号最小的位置先来看哈，因为有的时候讯号最小的位置反而比较关键。哦，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从这张牌看得出来，他还蛮接近你心里比较期待的那个类型的人，因为他很像是你许愿的那一颗星星给你的显化，他比较接近这个，因为他这里有一个从天空中丢下来的那一个礼物，然后有一个样子是你打开的时候非常开心满意，好像你跟圣诞老人要的礼物他就给你一模一样的这样，好像圣诞老人有听到你要的礼物这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他很接近你心里所期待的人。好，只是这张牌一个很特别的讯号是，他没有很近。它没有很近，因为我刚刚是不是一直跟你形容从很远的地方丢下来，这个丢了那一个讯息，从很远的地方丢下来，掉下来的时间也很久，所以我觉得它给的一些概念上是没有很近哦。那我翻一下，他常常跟我的讲法是背道而驰的啦，然后没有很近的话，来是多没有很近，来翻看看。我大概知道。真的没有很近，重复了，这里又重复了，讲的一样哦。除了没有很近之外，还没有启程。还没有启程的原因是因为他那边正需要一个决定方向感的事情要发生，然后他决定了那个方向感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的路径才会往你这边走来哦。还没有发生那个路径，然后还没有发生那个事件，然后甚至还没有引起那个事件的引爆的事件。前置事件还没有出现哦，
就是讲一个很简单的啦，譬如说一对好朋友突然一件事情吵架，然后就反目，再也不见面，这是一整套事件。现在的状况是，那个会引起吵架的事情都还没发生，所以就也没有所谓的吵架，也没有所谓的反目，还有好几个流程，所以现在就是连那个都还没有发生哈。但是你们之间有蛮不错的蓄势待发的好能量，好像正在等待着你们的相遇，然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活力、生命力。它反正白话一点就是，你们之间已经有在某种要促成你们第一次见面就有非常好的印象跟好的相处的能量在，但是我觉得这个能量也比较像是你们身上所带着的某个不错的代表生命力的活力的能量是契合的，所以才会在你们遇见的时候就爆发出来。所以这边也暗示了你们的初次见面应该是还蛮好的啦，整个状况都还蛮好的。可是终究还是有一些坏消息，就是第一，他那边还没启程；第二，他启程之后路径还很远；第三，他启程之后他的行走动作也很慢。所以这个人我们抓了，我觉得抓的太早了哈。不过后面也许我们翻天使历法牌的时间点就翻盘，没关系，它可能是一个空间的远，可不是时间上的远哦。但是我只能说，它其实还有段距离就对。来，我再翻一张。除了远之外，还不容易走来啦，有很多的杂事、人际关系的东西还在成为阻碍。就是说，即便已经找到路了，找到路径了，它不是一个笔直的路，它是弯弯曲曲的路，必须在这个故事篇章里有很多的故事先发生，才会走到你面前什么的。哦，只能说你们如果真的遇见的话，是很稀罕的啦。哦，我觉得是很稀罕的。好，没关系，这只是一开始，我们再往其他的位置看。先从这里看一下，这里也在说，如果有4种能量成为启程的必需品，如果有。我比较白话讲，那4个东西都也在准备中，所以它又印证了这里都还在蓄势待发，还在等待中。好，没关系，这个不算结论，这中场结论我们先放在这，我再看后面的变局如果启程了啦，这边说，如果已经启程了，动身来的话，没有这里讲的这么慢，也没有这里讲的这么不顺，因为他这边有说有在节上升、节融合、每一段都有好的能量在做帮忙什么的，不像这里讲的这么缓慢，这么久。它有很多好的能量在跟随这个事情的发生。我这边最多就只有到这里。然后以你们2个现在最核心的一个定义说，现在2个人还是处在一个很独立的空间、独立的个体的范围里面，确实是没有一个很特别的连结连贯，还是在2个非常独立的2个世界，而且连灵魂的遥望、眼神的遥望、距离都还没有出现基本上这题啦，有点小可惜，是目前真的是一个绝对的陌生人的状态，在你们2个人的关系之间呢。不行，我要找到一些很重要的连接，不然很多人现在早就不想听下去，因为我觉得后面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这张有的时候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触碰不到的一个遥望的很远的，在很深的宇宙的一个能量的观看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困难重重跟慢，看起来，可是他有加强了我刚刚这边说的，每一次开始走就会有好的能量跟上，做帮助、做调配。这边说有，而且这边说开始启程之后，有很多好能量进来，成为贵人、贵事，成为助力，是这两个人见面的主要课题、主要标题，不是课题，主要定义，就是说你们的见面其实是很多的好能量在推的，然后会帮你们克服任何阻碍你们见面的能量。这题就是这样。3号牌很抽象，我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很白话的方式来说的话，就是说，只要对方开始在他的人生的决定之后，就算不是往你这边走来的决定，开始启程之后，那些期待很久、想要帮助你们这边的能量，就全部都进来了，会跑进来。好，然后原本有设定好的崎岖的路径啊，阻挡的人啊，阻挡的事件，从这里看起来至少有2个讯息说，别担心，有其他的好能量会帮忙处理。哦，然后来看一下，好，的确是有好的能量在准备要往前。现在就是没动身啦。整个要往启程的一些好的能源啊都有啦，就是还没动身而已。看这边也是这么说的。这里已经也说了，就是还没动身，然后它是一个动身之后新篇章开始，只是那个因子都还没有出现，有点慢，可能是我们抓的太早了。然后先看一下时间点，一张就好，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太多。我们就来抓这个动身的时间点，不要那么远。这组有点抓太早。好，好吧，3号牌朋友，如果这个时间点抓的非常准的话，比如说这一题你可以先放下，因为它放到冬天末期，整个流程才会出来。它整个流程才会出来，它才会出动。近期它都不在这附近的能量。来，我再翻2张看。好吧。这张说不能急，要慢慢来，他就这么说了。来，这张说，如果你这么期待的话，确实是有一些不错的好运气跟陌生的好运气会进来。这里刚是不是都说了？所以好吧，话都讲完了，都定义完了，那就没办法多说了，只好再等待一下。记得我只翻1个时间点，我没有翻3张，因为我觉得我翻再多，它只是一个流程跟趋势的形容。因为它整个能量的一个讯号就是说，这个不能急，它还在慢慢的往前，因为它都还没动身。好吧，所以我说3号牌这一题，我们就先听着，先放着。这当成是其中一条路径，它还在慢慢的走来，我们就这样放着，等它，期待它。好吧，那就先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了，这个一样要乐观的期待。那祝福你们。